以前104万你能够买到的通常只有国产涡轮休旅，但现在104万居然可以买到日本原装进口第6代全车系 Hybrid 的 RAV4。而另外一边，福特 Territory 原本靠超大空间、豪华配备，在这个极具价格带卖翻了。从上市到现在，订单超过5000张，交车期已经拉到3个月以后。但现在 RAV4 直接把价格降到地板，还多了一个进口加油电的关键优势。那问题来了 ，Territory 真的还有胜算吗？还是已经完全被逼到角落了？今天我们就把这2台拿出来做个彻底比较，从价格、配备、油耗到养车成本，全部都一次看清楚，看看福特到底还能不能够守住这块市场。很多人在问说，这2台价格这么近，到底怎么选？其实就是一个最经典的选择题。同样的预算，你要买 RAV4 的阳春面，还是要买福特 Territory 的满汉全席？我们先看104万到110万这一个一级战区，这真的是福特 Territory 的主场。在这个价位，你买的 Territory 是直接攻顶，全景天窗、双12寸大萤幕、通风加热座椅、电动尾门，你能够想到的豪华配备，它全部都给了。它的逻辑是，我不管你是什么品牌，我给你的就是享受越级打怪。同样的钱买 RAV4 Hybrid， 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你买到的是日本原装跟油电科技，但代价就是内装真的是朴实无华，可能椅子是手动的，萤幕没那么大，甚至少了一些电子花俏功能。你在 RAV4 车上看到的每一块钱都花在引擎盖下面，而在 Territory 上面呢，钱是你花在你摸得到的地方、看得到的地方。那如果 RAV4 预算到下一阶拉到118万呢？这时候 RAV4 配备有多增加了前雾灯、电动尾门、8项电动座椅，还有 DMC 的驾驶疲劳监测系统、电动手肘后视镜、豪华皮质座椅、前方横向来车警示系统、PVN 的环景影像辅助系统。那 Territory 顶规呢，配备就更多了，它配备就有增加了主题式的感应尾门、LED 的环景气氛灯、窗前座通风座椅，还有电动座椅的10项调整。前车环景雷达从4颗变成6颗，后倒车雷达也是从4颗变成6颗。然后最重要的是360度的环景影像行车辅助系统，还有包含 AR 的底盘透视影像、FAPA 的主动停车辅助功能，还有循迹倒车辅助系统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追求当下爽度选 Territory， 追求机械本质选 RAV4。 再来是被动安全， Toyota RAV4 具有高刚性 TNGA 的车体结构，低重心设计，而且 Toyota TSS 系统确实是标杆，不管是全速域 ACC 的细腻度、车道维持的自重能力， RAV4 虽然入门，但安全配备几乎不打折，这点是 Toyota 的强项，真的很稳。Territory 的车身呢，全车采用超过 65% 的超钢强度钢材，结合8横6纵钢骨架构，高强度一体式门框，全面强化车身结构，而且在 Co-Pilot 360也很厉害，在系统做动的细腻度也不输 Toyota， 高速公路跟车时也是获得广大消费者一致好评。但在科技感这块呢，抱歉 Territory 是直接完胜，那个双联屏幕的界面设计、画质清晰度，还有无线 Apple CarPlay 的连线速度，完全是年轻人所爱的菜。RAV4 的车体结合了 Toyota Connect 的智能联网系统，重点是还有 OTA 功能，就像手机会更新系统一样，随着时间更新系统，让车子有更多的新功能可以使用。接下来这点很重要，这2台都是家庭号的休旅车，后座好不好坐决定了一切。我不夸张，以车身尺码来看，长宽高分别是4865、1935、1706mm。坐进 Territory 的后座呢，你会怀疑这台是不是一台100万出头的车。它的宽度、它的膝部空间真的可以用夸张来形容。如果你家里常载3个大人， Territory 的横向空间优势非常明显。Toyota RAV4 的车身规格来看呢，长宽高是4600、1855、1680mm 的车格， RAV4 的空间当然也不差，绝对够用。在 Territory 这种越级距的宽敞面前呢， RAV4 就显得中规中矩。所以如果你对空间有一定要求，这一票可以投给 Territory。好，前面讲的 Territory 不管是配备或空间都赢过 RAV4， 但是接下来这个数据可能会让原本想买 Territory 的人稍微再考虑一下。我们来算一笔最现实的支出，就是油钱。我们一年以行驶15000公里来说，以目前95的无限汽油是28元左右。那 Toyota RAV4 呢，平均油耗是每公升24公里，那实际油耗我们可能打个8折，大概是每公升19.2公里。那一年油钱呢，大概是21875元。
那福特 Territory 呢，平均油耗每公升20公里，实际油耗一样打8折，每公升大概是16公里，那一年油钱呢大概是26250，所以这两台车一年差了4375元。那我们以行驶8年下来呢，光是油钱呢差距就高达35000块钱，这还没有算二手车价格哦。光是油钱呢 ，Territory 就比 RAV4 多了一台高阶 iPhone 的价格。Territory 给你的是大空间跟满配备，让你坐得舒服。RAV4 给你是超省油跟高效率，让你养得轻松。你是愿意为了那35000块钱的油钱呢，牺牲一点配备，还是宁愿多花一点油钱，也要换来更爽的空间与享受？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更深层的你看不到的隐形成本。好，讲完前面的配备跟价格呢，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两台现在都是油电车，不就挑最便宜的那台就好了吗？那事情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同样挂着 Hybrid 这个名牌呢，这两台车的灵魂呢，根本是天差地远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规格表上面看不到的隐形成本跟驾驶乐趣一次告诉你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我们接下来看最现实的荷包，就是税金。这是呢 Territory 的最大杀手锏，它是 1.5 升的涡轮，刚好落在台湾最吃香的税金级距11920元。反观 RAV4 呢，它是 2.5 升自然进气，税金呢直接往上跳2级，是22410元。如果你打算开这台车8年呢，光是每年牌照税跟人价税呢 ，RAV4 就要比 Territory 多缴8万多元。虽然你会说 RAV4 油耗比较好啊，可以省回来吧？没错 ，RAV4 确实更省油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你每个月辛苦省下油钱，结果到了每年4月、7月，全部拿去缴给政府，这样算下来，你真的会比较省吗？所以在养车固定成本这一关 ，Territory 靠着小排气量涡轮是先取得点。接下来是要讲大家最容易误会的一点，开起来的感觉。千万不要以为中式油电开起来就慢吞吞了。Territory 这套系统呢是涡轮加马达，马达负责起步推动，涡轮负责中后段的爆发力。你要在高速公路要超车，或是爬林口坡、山一坡的时候呢 ，Territory 给你那种推背感跟底气是很有感的。它是为了让你找回开车的爽度而设计的油电。转过头来看 RAV4，Toyota 这套 THS 系统呢是全世界中公认的强，但它的强项呢是顺。在国外的试驾评测中呢，市区走走停停，引擎跟马达切换呢，你几乎感觉不到。当你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呢 ，CVT 的特性呢，你就会先听到引擎的嘶吼声，速度才会慢慢跟上来。如果你是热血爸爸的话 ，RAV4 开久了，你可能会觉得稍微平淡了一点。最后呢，我们要面对最残酷的现实。当你要卖车的那一天呢，这也是为什么 RAV4 被称为是神车的原因。Toyota 油电系统呢，已经验证了几十年，耐用、妥善率，二手车商抢着收。你买 RAV4 呢，就像是把钱存在银行，折旧率呢会让你低到连做梦都会笑。而福特 Territory 呢，虽然配备给满，动力又爽，但涡轮系统呢多了一个保养耗材，再加上福特在台湾二手车市场的行情，肯定没有 Toyota 那么强势。这就是你享受涡轮动力跟越级配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所以 RAV4 输在税金，输在驾驶乐趣，但它赢在最后脱手的变现能力。Territory 赢在每年税金，赢在踩油门的爽度，但是你要能够接受它未来折旧的风险。到底该选过程爽的呢，还是选择结局美的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会决定哪一台车适合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跟你讲购车建议。如果你把车当成家庭的一份子呢，希望它让你每天开车时呢心情愉悦，家人坐得舒服，那 Territory 的豪华感跟大空间绝对值回票价。别管什么二手价，享受当下最重要。但如果你把车当成理财工具，希望它任劳任怨不发脾气，开个5年8年还能够帮你把钱存回来，那 RAV4 依然是那个不可撼动的神车。110万呢，你是选爽度还是选安心呢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是达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